Yo，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S， 我是阿豪 ATS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 Malaysia 最大的 Auto Show，Malaysia Auto Show 2024。身后这一台呢，就是 J-Cool 最新发布的一款新车 J-Cool J6。 它是一个全 EV 的车款。那现在我们在这个会场啊，是有点吵，有点杂，所以我就穿越一下，带你们大家一起穿越去中国看一下。我那时候在中国啊，看的这一辆车是什么样的一个 design， 什么样的一个 quality， 什么样的一个乘坐感啊。我们现在 Let's go。 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新车记录器，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啦。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，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，还有 HDR 功能啊。HDR 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，突然间又变暗，你过桥底的时候，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个光线亮度。当然，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 的这个感光元件。 芯片哦，高动态范围提升10%，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%啊，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，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，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。这一台 A510呢，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，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，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，可以放慢来看，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，车牌号码、车身款式、颜色，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！当然，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。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，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，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。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，这一次 A510也是有这一项功能，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。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，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。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，只要安装一个 A510， 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，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，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！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 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，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，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，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，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，有 Shopee、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，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，Let's go！ 非常感谢 Cherry 啊，这一次邀请我们来到中国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他们的大本营啦。那来到这里呢，我们当然是要来看一下即将引进马来西亚的 Cherry 车款有什么车型啊？除了 Cherry， 当然还有 J-Cool。J-Cool 呢，之前我们就有讲过 J-Cool 的 J7，J-Cool 的 J7 是一个 Premium Off-Road SUV 啊，我非常喜欢这一个名字哦 ，Premium 高级高档，我个人很喜欢高级高档的东西 ，SUV 又要再配上一个 Off-Road SUV 才是真正的 SUV 吗？都市型 SUV 是吸引不到我的。那今天呢，来到这里就要带大家来看一款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车型哦，它是一个 Premium Off-Road SUV， 而且还是一个 EV 全电车款。OK， 身边这一台就是在中国这边刚刚发布，算是蛮有话题性的一款车，就是 iCar。Apple 已经没有做 iCar 了啊，这个已经是 announce 了，但是 Cherry 来做 iCar， 在国际版呢，也就是引进我们马来西亚的版本，它就不叫 iCar 了，它的名字呢是打上 J-Cool J6 车型。我们从车头先看起啊，这台车呢，我个人很喜欢它的这个车头灯 design， 你们觉得怎样？它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气字形，或者说是一个 L 倒过来的一个 L 型啊。然后这个是它的 DRL， 还有它的 signal 灯，大头灯在这边里面啊，是一个长条形的 projector headlamp LED 的。然后 bumper 方面，既然是一台 off-road SUV 嘛，看到吗？就是这种防刮材质不能少啦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框框啊，如果它可以开一个洞放一个 fog lamp 的话，应该会 very good 啊。如果我买这台车啦，这个 J-Cool 的字我应该会拿掉啊，因为我觉得整个车头不要有这个字的话，会来得更加干净、更加好看啦。这是我个人审美啦，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想。然后看到一个绿牌嘛，绿牌就是这里的 hybrid 或者 EV
啊，但是这一台是一个全 EV 车款啊，它的里程数刚刚我去问一下，大概是380到460，不同的 spec 啊，有不同的里程数。这里我伸手进去摸一下，哎，里面是有一些电子组件哦，没有错啦，这个就是一个短波雷达，然后前方这里有一颗镜头，是让它实现这个360功能啦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正上方也是有一颗镜头啊，这颗镜头是用来侦测前方车辆的，然后还有一些 sensor 啊，是让它感知这个下雨天啊还是天黑之类的，就会有这个自动雨刷，还有自动头灯。然后这台车是一个 SUV 嘛 ，SUV 就要有一些硬核表现。我们在它的 fender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wheel arch 很大个，这里有一个灯啊，应该是会发光的。然后它的轮胎现在是一个街用轮胎，如果换上一个 off-road 轮胎的话，整台车看起来应该会更帅。这个是一个朝阳的轮胎，轮胎尺寸方面呢是一个225/60R18寸的 Sport Rim， 但是这个 Sport Rim 我个人觉得啊，可以 aftermarket 换掉，换成更加越野、更加暴力形态的，再加上一个 AT 轮胎，哇，整台车一定会超级无敌帅。然后这辆车呢，其实它也有出一些改装套件哦，是原厂的，就是让它的这个车体啊有更加宽出来，就是好像 wide body 这样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一个普通 standard 的车身，然后它的 fender 呢 ，plastic 的。哎，大家不要以为这个 plastic 是 cut cost 啊，其实啊，我经过了解过后，他们的这个 plastic 的 fender 呢的制造成本啊是高过我们的那种铁的啊，因为它又要兼具硬度，兼具它的这个强度，不会走形，然后还要可以耐高温，然后又要很轻，所以这种 fender 呢，它的科技含量啊是比起我们那种用铁皮做的那种 fender 来的更加高级的。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是一个5门5座车款，如果你们在画面上这样子看，可能会想它应该是跟那个 Jimny 长得很像，尺寸可能跟 Jimny 差不多一样啊，但是这台车是比 Jimny 来的大台哦。我们马来西亚即将引进5门的这个 Jimny 啊，当然这一台车对标的啊，应该就是那个5门 Jimny， 可是这个应该会再大多一点点。然后当然它是 EV 啦 ，Jimny 是一个汽油版，也是不一样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门把手啊，是一个内收式的车门把手，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车门把手，看起来很帅。而且车在行驶的时候，这个车门把手一旦内缩呢，它就是直接完成一个平整的状态哦，看起来会更加的简洁、干净，更加好看啦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盖子哦，打开来我们可以看到有 AC 跟 DC 的这个充电插槽哦，当然它是电动的，看到吗？只要按一个按钮，它又会自己收回去。我再点一下，哎，它又会自己打开来。OK， 来到尾门方面呢，这个尾门不像我们一般上的那种 SUV 这样子往上掀上去啊，它的尾门是侧开式的，而且它是用一个按钮来打开哦，只要这样点一下，哎，它的门就会自动弹开来啊。可是它不会自动把它掀开到完了，你还是要用手动的方式来让它打开。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点像我们的格纳利啊，以前我们的格纳利也是这样子侧开门，然后打开这个尾箱盖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蛮平整的哦。然后这个椅子是可以往前倾倒，6/4分离。这边打开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是有一些储物空间，没有 spare tire 啊，当然电动车很少会有 spare tire 啦，啊，这台也一样没有 spare tire。在这个最后一个尾门这边哦，还有一个钩子哦，可以把它这样按下来。大的 hook 啊，它是可以承受3kg 啊 ，maximum 3kg 的重量，左右各有一个，还有一个碗啊，你可以放一些小东西在上面。其实这个质感还算不错的啊，有一点我个人就比较不太满意了啦，就是这种硬核型的 SUV 应该要有一个小书包才会好看嘛。现在后面呢是没有 spare tire， 然后也没有一个小书包，可是我看到这个模块哦。看到吗？这个模块我感觉上它是可以拆掉的，所以应该会有一个改装套件，让它装上一个小书包，看起来会更加的好看，更加 SUV 的感觉啦。在它的这个 D 柱的位置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打蒙设计哦，当然它是亮黑色跟一些打蒙设计做相间了，所以看起来更加有那个层次段落感。当然尾灯是放在它的下方啊，是直列型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些三角形的设计哦。OK， 这个一条长长的应该就是它的 signal 灯啊。OK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 interior。OK， 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版啊，还不是我们 Malaysia 版本，所以它是一个左驾版。一坐进这辆车，哎 ，steering 这样轻的，原来它已经启动了哎，所以 steering 我可以任转。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电动车嘛，所以即使它启动了过后，不会有任何的噪音哦。然后椅子方面是一个电动调节的椅子哦，这个椅子呢坐起来啊，就比 Jimny 舒服的太多了啦。它是一个全皮革的椅子，然后里面呢整个 dashboard 上方呢都是软材质的哦，软软的。然后在它的冷气的 air vent 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
到有一个金黄色的框框，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这个金黄色的框框啦。如果来到马来西亚可以换掉这个颜色的话，应该会更加 good job 啦。Steering wheel 方面是一个全皮革的 steering， 在 steering 的正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i logo， 没有错，因为在中国版本呢，它就是一个 iCar03嘛，来到国际版才叫做 J Cool， 所以这个 steering 上面应该还没有换这个 logo， 过后应该会直接写一个 J Cool 这样子啦。然后 steering wheel 上面有一些操作按键哦，它是跟 Tesla Model 3的那个 steering wheel 的按键哦，长得是一模一样啦，就是一个滚轮，可以向上下滚动，然后还可以左右按。中间有一个小 meter， 看起来有点像 Smart #1 的那个 meter， 长条形的，这个显示效果还算是蛮高清的，不错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荧幕啊，很巨大哦，这个荧幕，可是它不能转啊，固定的荧幕，然后它可以显示这个360的功能啦，在里面可以做到一些功能切换，冷气操控全部都是靠这个荧幕做到调整了，一粒按钮都没有啊，没有那个冷气操控界面的按钮啊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手动的，就是你摸得到它的按钮。如果是要在荧幕上面做切换冷气的这个冷度啊，还是它的这个风速的话啊，我觉得你如果一边在开车一边做切换就不太安全了。这个是我觉得这台车比较美中不足一点点的地方啊。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设计就是为了简约，看起来就是很干净啊 ，less is more。这台车有一个天窗啊，是一个大尺寸的天窗啊，可以整个到后面去，但是打开的部分只有前面啊，上面的这些雕布啊，全部都是灰色的。这台车呢，在前座这样坐起来啊，我感觉它的整个尺寸就是有一点像 HRV 啊，尺寸啊是像 HRV， 可是高度是比 HRV 来的更加高，因为它是真的可以 off-road 的 SUV 啊，那种 HRV 就都市型 SUV 啦啊，那个你要去 off-road 啊，真的不太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后座，我个人对后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，因为如果买这台车的话，以后可能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开车，我就要坐在后面休息啊，所以后座一定要好坐。这台车的后座呢，其实乘坐起来我感觉是它的发泡棉设定会比较硬一点点，中间可以翻下一个中央扶手，然后上面有2个自备架，腿部空间是 OK 的，然后这个大腿支撑啊会少一点点啊，还是有一点点空间，如果可以再更长一点会更好啊。如果是 J7 的话，因为 J7 是比这台车的定位更高一级嘛啊，虽然它是一个汽油车，这个是一个电动车啦，比较难直接做对比，但是以 segment 来讲的话，这个还是比 J7 来的小一号，所以在后座表现 J7 会来的更加舒服，这个是肯定的。而且这个的椅子是一段的，它不能做到2段式调节哦，所以它的椅背倾斜角度啊没有办法做到调整。但是有一点是比 J7 来的更加好的，就是后座冷气出风口呢，它是2个 air vent，J7 只有1个 air vent， 你只可以吹左边或者吹右边，这个你要吹左吹右都可以啦。这台呢就是在中国这里叫做 iCar03的一款车型哦，然后引进马来西亚呢就是一个国际版叫做 J Cool J6。你们觉得要卖多少钱你们会买单呢？Omoda E5 的价钱大概是140多嘛，如果这台车15万多一点的话，你们会买单吗？啊，我觉得是蛮吸引人的，但是内装的颜色方面要做一下调整啊。这个墨绿色是蛮美的，但是马来西亚人的接受度应该没有到那么高，所以给它一个Napa Leather 的那种 chocolate 色，或者真灰色或者黑色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一系列的内容的话，不要忘记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 ，free 的。我们接下来有机会我们会试驾这一台车，在马来西亚发布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做报道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